神的地土，人的征戰啊！哇，光聽這標題是不是就感覺很有張力啊？沒錯，它其實完美的捕捉了我們今天想要聊的核心問題，就是當一個神聖的應許已經擺在你面前了，那我們人的努力又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？為了讓我們更好懂，我們先來玩個想象遊戲。好，想象一下，今天有間頂尖的經紀公司看上你了，直接跟你簽了一份超級巨星合約，跟你保證公司會投入所有資源把你捧紅。聽起來很棒，對吧？有了這份合約，你幾乎篤定會成功了。但事情總是有個但是，關鍵來了，你還是得自己努力啊！你得去上課，得練才藝，得維持好形象。如果你自己擺爛，那份合約就算寫得再好，也只是一張廢紙。這就帶我們進到今天故事的核心了。一個被保證的結果，它仍然需要人的行動，還有正直的過程來實現。好，那讓我們把場景拉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。在約書亞那個時代，以色列人剛打完幾場關鍵的大戰，基本上整個迦南地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跟他們抗衡的勢力了。那這不代表任務就結束了哦，正好相反，真正的挑戰現在才要開始，也就是12個支派現在必須各自去佔領他們抽籤分到的土地。這邊有個很關鍵的點，我們得先搞清楚。當時給予以色列各支派的命令，其實說得非常具體，去佔有你們的地，然後把當地的居民徹底趕出去。根據來源文本的說法，這並不是隨便去搶地盤哦，而是被看作一場神聖的審判，因為當時迦南人的罪惡已經到了滿出來的地步。所以你看，這裡的策略整個大轉彎了。下個階段的任務不再是靠一支統一的浩浩蕩蕩的大軍往前衝，而是分散成12場各自的戰役。這個責任現在完完全全落到了每一個支派的肩上。好，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這次分析的重頭戲了。我們來看看，面對同一個命令，不同的支派是怎麼回應的。你會很快發現，他們如何去做，遠比他們有沒有完成來得更重要。首先登場的是我們的模範生猶大支派，他們是完全順服的典範。他們怎麼做呢？第一件事，先求問神，我們誰該第一個上去打？他們也很有智慧，邀請了西緬支派一起合作。但最關鍵的是，他們沒有把責任外包，而是自己帶頭衝，有系統的把土地拿下來。結果是什麼？神的同在與祝福。再來看看第二種選擇，就是走捷徑。代表人物是約瑟家族，他們在攻打伯特利城的時候找到了一個破口。他們抓住一個城裡的居民，然後跟他談條件。你告訴我們怎麼進城，我們就不殺你跟你全家。目標是達成了啦，他們最後成功佔領了城市，但是他們也踩到紅線了，也就是違反了那個不可與當地居民立約的明確命令。最後一種選擇，基本上就是躺平了。這裡列出的這一大串支派，包括便雅憫、馬拿西等等，他們根本就沒有採取行動去趕走領土內的居民，有些甚至只是讓當地人來幫他們做苦工。來源文本特別提到，經文用的時態暗示了他們是沒有做，而不是做不到。這是一種意志上的選擇，而不是能力上的問題。你看這張表就一目了然了。這裡面最有趣的地方在哪？就是約瑟家族。從表面上看，他們也成功了，對吧？城拿下來了。但從神聖的評價來看，他們的妥協跟其他不作為的支派一樣，得到的都是指責。這就告訴我們，光看 KPI 是不夠的哦，過程也很重要。不過，你以為這些不同的選擇，神都沒在看嗎？當然不是。一個戲劇性的轉捩點馬上就要來了。所有行動的後果都將被攤在陽光下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耶和華的使者出現了，他帶來一句非常非常嚴厲的質問：你們竟然沒有聽我的話，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這句話可以說是直接問到了問題的核心。那些妥協和不作為的支派，等於是直接違背了神的聲音。那後果是什麼？很嚴重誒，神直接宣布他不會再出手幫他們趕走剩下的居民了。這些本來應該被移除的人，現在反而會變成他們身邊的荊棘，變成他們的網羅，就像個陷阱一樣，不斷地引誘他們走偏。
天使顯現的這個地方，後來就有了一個名字叫坡金。你知道這在希伯來文裡什麼意思嗎？就是哭泣的人。因為當以色列人聽到這個審判的時候，他們全都放聲大哭，這個地名也就永遠記錄下了他們因為失敗而來的巨大悲痛。所以，這個發生在哭泣之地的故事，到底要教我們什麼？它其實揭示了一個關於順服非常深刻的真諦。這張圖真的把後來整個士師時代的狀況畫得超級清楚。這一切的根源都來自於他們一開始的妥協跟不作為。你看，他們犯罪，然後被敵人欺壓，接着向上帝哀求，上帝興起士師來拯救他們，然後享受短暫的太平，接着一切又重來。這個循環就是當初那些選擇的直接後果。所以講了這麼多，我們到底學到什麼？其實就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順服。猶大的方式是完全的正直，過程跟結果一樣重要，但約瑟的方式呢，是表面上看起來達標了，但實質上卻違背了命令的核心精神。所以你看，這不是神偏心誰的問題哦。經文寫得很清楚，耶和華與猶大同在，但也提到他與攻打伯特利的約瑟家同在。這表示神的幫助是對所有人都敞開的。真正的差別是在於人自己怎麼選，怎麼去回應他的應許和命令。這個古老的故事其實也像一面鏡子，照向我們自己。在我們的生活當中，我們是不是有時候也會像約瑟家一樣，在表面上看起來很成功，達成了目標，但內心深處卻知道，我們是用妥協，甚至是違背原則的方式來完成的。最後，我想用這句話來總結今天的一切：神的同在是一個應許，但我們是否能蒙他悅納，卻是我們自己的選擇。